好，欢迎来到王俊怡律师楼的新一档节目《真假律师说》。相信大家来美多年，和许多移民律师、中介都打过交道，但在找律师时找了太多律师了，就根本不知道哪些信息是真的，哪些信息是错的。所以在节目中，王律师会以自身的移民经验和移民法律，给大家纠正其他律师楼提供的错误移民知识。首先，我们先来欢迎一下王俊怡律师。大家好，我是王俊怡律师，我做移民近20年，专门做移民。我的移民的经验从东岸到西岸，全美的华人我们都有服务过，在各州每一个州我都有案例，所以呢，我的经验累积下来有很多创新，包括那个 B 转 L1 转 H1B 转 EB1C 的绿卡方法，还有联合犯解开缔结令的方法，还有那个犯案，特别是逃庭的缔结令的犯案，还有 U 签证，还有那种机场入境的人可以先拿绿卡后犯案，这些都是我的创新。那我们在纽约和加州都有办公室，需要移民帮助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纽约电话是718-353-9264或者626-396-9264，如果你是在加州地区的话。那今天呢，我们将来讲黄维律师事务所 Margaret Wong Associates LLC 他提供的一些错误的知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视频，他讲关于领养孩子拿身份。Today's topic is one of President Trump's executive orders talking about deporting or removing migrant children, mostly from Latino countries. And I also came myself at the age of 19 to America, go to school. And when parents love the kids so much, sometimes they know there's no hope where you're from, they send you away. Hopefully one day that you'll be successful, you bring your other siblings or other families. It does mean that the kids, now that they're over 21, and when they came, they're 15, 16, 17, 18, but those are more for kids who have no status. If you already won the World of Court degree, if you already won the 360, normally they do not touch you, or you need to show the papers. So if you want to adopt a kid and get them status, the age has to be 16 and below. If you want to help a child who came to America alone, with either one parent or no parents, depends on the state, has to be under 18. 那王律师他视频里面提到了几点啊，我们先来想个第一点。他说，如果你要领养一个孩子，帮孩子拿身份呢，这个孩子需要是16岁或以下。如果和其中一个父母来美国或者单独来美国的话，根据哪个州，孩子需要是18岁或以下。王律师，这对吗？不对，重点不是年龄，所以他这样子分析重点就是错误的，开头就是错误的。重点不是年龄，而重点是这个孩子是从哪一国来的。所以如果要领养孩子，你第一步是要考虑孩子从哪一个国家来的，哪一个国籍。所以如果这个孩子是中国来的，那他是 Hague Convention 的 signatory， 所以国家的重要性是第二来判断他是 Hague Convention 的签署者还是不是签署者，因为不是每个国家是 Hague Convention 的签署的国家，中国是 Hague Convention 的一个 signatory， 那台湾就不是。所以第一，你要判断这个孩子从哪一个国家来的，哪一个国籍，然后第二呢，就是判断这个国籍是不是一个 Hague Convention 的 signatory。那因为 Hague Convention 呢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协议，为了防止孩子被绑架，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才能领养。因为你如果是一个 Hague Convention 的 signatory 的话，像中国，那第三，你如果要领养，一定要在中国领养，你不能来了美国之后去州等级的法院去做领养手续，这是不行的。
所以我再重复一次，第一，你要判断这个孩子是哪个国籍；第二，你要决定他是不是一个 Hague Convention 的国家。如果是 Hague Convention 的国家，那就一定要在母国申请领养，不能在美国的州申请领养。如果他不是一个 Hague Convention 的 signatory， 那就可以在美国的州做领养手续，通过那个州等级的法院。那他还提到这个领养的年龄是必须是16岁以下，这对吗？ OK， 年龄只是有关于特殊青少年绿卡，所以他这个方法都讲不出来。所以我刚刚讲了，你一个方法要让孩子拿绿卡，就是通过领养，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公民或者美国绿卡。你第二个方法要让一个孩子拿绿卡，就是通过特殊青少年绿卡，英文是 SIJS，Special Immigrant Juvenile Status。那这个方法才在乎年龄。那为什么在乎年龄？因为这个方法就是每个州它的年龄有差别的，基本上全美国都是18岁以下才能做那个特殊青少年绿卡，除了纽约跟加州就可以21岁以下，所以在纽约跟加州这个孩子会有比较多的时间来做特殊青少年绿卡的申请。那所以这是唯一的年龄的重要性。那特殊青少年绿卡是什么呢？第一，你要是被亲生父母至少1位，不需要2位，抛弃或者家暴虐待。第二，你要有个监护人，这个监护人可以是你的亲生父母，就是没有抛弃或虐待你的那一位，或者可以是任何人，不一定要有身份的，可是这个人也要有一个道理是你的监护人，不是这个随便的一个，你是一个女的，然后青年，然后随便一个老外男的是你的那个监护人，这个就怪怪的。所以就是任何人，可是也要有一个能解释跟州等级的法院，而且法官会认可他是你的真实的监护人。然后你的年龄就是要在18岁以下，除了纽约跟加州，纽约跟加州你可以21岁以下。可这年龄也是影响，你要第一步拿特殊青少年绿卡是要先在州等级的法院，所以这就是年龄的重要性。申请一个监护，所以监护跟领养是不一样的，监护是 guardianship，领养是 adoption， 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拿到了之后，你要跟移民局申请那个 I-360， 可是这个360也是要在你21岁或者18岁之前递交。360有个排期，它是按照1B4的排期在那个国务院的排期表上，而排期要排到你才能递交 I-485， 所以这个360跟485是拆开来的。可是 Margaret Wang 讲说什么360拿到你就 free and clear， 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移民局任何时候都可以 no， 就是意向拒绝你的360，或者补充材料，或者你在485的时候也可以给你麻烦，然后重开你的360。所以呢，你要拿到绿卡才是 free and clear， 其实你拿到公民才是真正的 free and clear。那他也说，就是拿到这个之后，可以申请其他的兄弟姐妹，这对吗？其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他也有讲到父母。特殊青少年绿卡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能申请亲生父母。那至于可不可以申请亲生兄弟姐妹是可以，可是你申请什么啊？就是你如果是特殊青少年绿卡，你拿到绿卡，你不能申请兄妹，你一定要公民才能申请兄妹。而且这个排期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是非常久的，所以这个提到有何意义？对，然后刚刚王学姐说的就是不是像他说的拿到360就没有问题了，后面可能会补材料拒绝，然后申请绿卡的时候也会有问题，所以他说的这部分也是错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视频。下一个视频它讲的是关于有缔结令或驱求令，还有关于有缺陷的这个控告书。My name is Margaret Wang, and I'm here to talk about removal deportation defenses. Before April 97 is called deportation. After April 97 is called removal. Before April 97, the charging document is called
OSC, order show cause. After that is NTA, notice to appear. Recently, the U.S. Supreme Court came out with the Nitz Chavez case. Basically, it's as long as your NTA have no date and time, you could actually file termination and file for the 42B, which is a non-LPR cancellation of removal. Aside from that, the immigration world also came up with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means that you could file for motion to continue. What is continue? Continue means postpone. So how long could you postpone the case? It was quiet, but we have been doing a lot of that postpone because then clients could continue the case in court and would not have to face deportation or removal. There's a lot of defenses in removal or deportation, especially if you already have a green card and it's on criminal defense, then you have to find if it's a CIMT, is it a moral issue, or is it an aggravated felony, or is that a minor? So that's why I always advise clients that please do not watch pornography, please do not have sex with children, especially minor children. A lot of us people from overseas, we didn't know it's illegal to go to someone's house and maybe pay for prostitution because in a lot of countries it's legal to have prostitutes or be a prostitute or have sex with a prostitute. In America, it's not legal. A lot of FBI, they come, they have all these, a whole team would come catch people like us. Also, do not watch pornography, especially us, because we want to cheap, we download movies, this is an interesting movie, that's an interesting movie, download it. You did not know it's really a lot of sexual scenes with minors or stolen products. And now the FBI may come to your home and say you're not supposed to be watching those movies. And they're so embarrassed because now the wife find out, the children find out, and they really just want to save a few dollars because they're really not watching them. 所以王律师视频说他讲到几点，我看视频的时候，你的表情是很夸张的，他讲的很夸张。那先说一下，他第一个讲的是关于控告书说没有时间和日期，他说可以递交关闭案子装置，然后递交这个10年绿卡42B 的申请。王律师，这对吗？No， 不管你是不是有了缔结令之后，还是在上庭当中，你都不是要做一个 motion to terminate 才能做一个 E482B cancellation of removal 10年绿卡的申请。如果你是在上庭当中，你当然不能 terminate 你的案子，因为 E482B cancellation of removal 10年绿卡只能通过法官申请的，所以你需要一个移民庭的案子才能拿到这个申请，所以你当然不能 terminate 咯，你当然不能取消你的庭了。然后如果你是已经有了缔结令了，那你当然没有什么好 terminate 了 right？ 你只能 reopen， 你只能做一个 motion to reopen， 要翻案开案，把你的缔结令重开，你回去上庭来做10年绿卡，因为你当初不能做10年绿卡，因为法律现在变了，所以是这个才是怎么利用 Nitz Chavez。所以他讲的很多不是光是错误的问题，他也没有给大家一个方法，他的话都是很多空，而且很废话，而且很恐怖讲的话。对，他后面还讲关于这个 prosecutory discretion， 其中包括这个是 motion to continue。王律师，这个是什么啊？这对吗？对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大家都称它为 PD 短写 ，right， 是移民局律师的权利来做一些事情，在一个移民庭的案子里。可是这个跟 motion to continue 是没有关联的。motion to continue 的意思是延期你的案子，延期你的庭，所以这个只是给那些上庭的人，他们如果需要多一点时间，要求法官延期，这个双方你或者对方律师都有这样子一个权利来 continue， 这个跟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毫无关系了。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只包含几样，第一个 PD 呢，就是关闭案子 administrative closure，right？
所以最近呢 Trump 叫他的移民局的律师重开这些案子，因为当初就是他们同意关闭的，所以呢 recalendar 是随时双方都可以要求这样子做，所以当初的关闭 administrative closure 是一种 PD。 第二种 PD 呢是terminate 案子，因为移民局律师是告你的那一方，很多人就觉得上移民庭是做庇护，可是 no， 做庇护是你为什么会被告上移民庭，有一个控告书是移民局律师告你的，所以他们照样可以撤掉他们的控告，所以这个是 termination 或者 dismissal， 不管你用哪个词，就反正就是取消案子。可是取消案子，很多人就不能续他们的打工卡了。那刚刚那个第一个就是关闭的话，就可以继续续打工卡，所以看看你的目的来做 PD。第三个 PD 是联合犯案，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方法，来把一个缔结令取消掉，给那些想要在美国调整身份的人，而有亲属移民可以帮他们申请这个身份。可是这个是跟着总统的，所以呢，当然我们这个 Trump 总统是不行做联合犯案，不能做任何这些 PD 的。可是呢，下一个总统就可以了。希望下个总统是民主党。对，然后最后呢，他视频说还有说他给的所谓的意见呢，就是说如果你是绿卡，犯罪会有后果，要看是不是不道德罪还是重罪还是轻罪，所以不要光看色情内容，不要和儿童发生性关系。王律师，你对此有什么意见看法？哇，这还需要讲吗？就哪怕你不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你总知道这些东西是不能做的吧？就是以人类来讲，你总知道就是这个东西是不能做的吧？所以呢，我是律师，我的工作不是神父，我的工作也不是跟你讲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我的工作就是解决那个移民后果。犯罪是有移民后果，可是呢，这个移民后果我可以很简单的解释，全世界你都可以犯各种罪，而且不是光在美国犯罪有移民后果，在全世界你在别的国家犯罪也有移民后果。所以移民呢，怎么把你这个犯罪来判断有什么后果，是用3个格子。他要判断说你的这个犯的这个罪到底是一个 aggravated felony， 就是移民所谓的严重罪，不是你那个国家或者你那个州说严重罪，是移民所谓的严重罪，它是有一个列出来的罪的，或者呢是不道德的罪。那不道德的罪虽然是字是不清楚，可是也像我刚刚讲的，人类该知道的不该做的事情，哪怕不是犯那一国的法律或者那个州的法律，就是你知道你该不做的事情，因为你是人类的一个人。第三呢，就是没有移民后果。所以有一些罪还真的没有移民后果，比如说那些只是违反而没有什么企图的，那个很多是没有移民后果。好，那我们再来看他的下一个视频，关于 EIR 最近的一个新的备忘录。So what this memo is really saying is that we cannot just file something fast and just to represent them to court. When we apply for asylum, everything has to be filled and then bounce back or reject if you have one hole that's not filled. So for example, if your mailing address is the same as your physical address, if I were you, I would still say same, but then not applicable, not. So everything has to be filled in. How many children, say 0. Don't say NA, not applicable. So this memo very much applies only to the 4 million asylum cases that's now in court. He's really talking to the immigration judges. When they say adjudicators are the immigration judges, that they have the power and actually a privilege or the right to determine it. That means that they could deny a case if the files are not properly filed or the dots and T's are not done. We did not state our claim. And think, what is asylum law? You couldn't just, and I've seen cases from a lot of people, my lawyer said I could file this, my paralegal told me I can do this. It's not just to file. You have to file with intention. You have to tell people where you were. So, for example, there's a lot of Venezuelans, they live in Colombia, or Costa Ricans, they also live somewhere, or Mexican married to a Costa Rican, or Guatemalan that lived in Mexico for 16 years,
who became a Mexican green card holder of residencia, but not a citizen. So you have to list all that and don't just put in, oh, my address. Every question they ask, there's a reason why they ask it. Don't just assume, oh, it's just a stupid question. If I'm born in 1969, I am born in 69. You cannot make you born in 79 just because you want to be a Dalai Lama or something. 所以视频说他解释这个 UR 的这个新备忘录，他说川普政府告诉移民法官可以直接拒绝庇护申请，不需要上庭。所以你递交庇护申请的时候，一定要是有目的的递交。然后呢，表格上所有的信息都需要填写，不能有空白。王律师是这样子吗？ OK， 这个备忘录是移民庭的头叫他的员工，就是移民法官，就是你可以拒绝一个庇护的申请，直接就是不让人家申请庇护，因为什么问题？就是反正因为就觉得就不齐全那个资料，所以这个跟填表有没有每一个空格填是毫无关系哦。这个不能空白，这个政策是 Trump 第一任的时候对移民局有这样子一个政策，所以如果你那个表格只要有任何一个空格，他都会拒绝，然后退还给你。可是这个跟移民庭毫无关系哦，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备忘录 ，right？ 移民庭跟移民局是分开来的，所以不是这样子的。他是说法官可以拒绝，如果这个庇护不齐全，所以不是填表的问题。是这个资料，关键的资料有没有存在在这个表格上？那不是每个空格都得填，因为很多东西都跟你没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备忘录是跟另外一个移民上诉委员会的案例最近出乎的冲的，因为那个移民上诉委员会的案例说，移民法官不能拒绝一个庇护的申请，哪怕没有证词。所以呢，我不像 Margaret Wong， 我不跟你分享我的客人所做的错误，因为我的案例是跟他平起平坐，而我是亲身亲历。那我是要跟你分享我的解决的方案。那这个这么久的移民庭的经验，你要做庇护申请，法官都要求庇护表，还有那个证词两个一起。法官不检查庇护表有没有填每个空格，这个备忘录也不是叫法官检查庇护表有没有填每个空格，所以证词跟那个庇护表的主要内容一起，不需要证据，就这样子，这两样。那这个移民上诉委员会的新的案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证词没有，移民法官也得接受，光表格就够了。所以呢，怎么衡量那个案例跟这个备忘录？案例优先，备忘录第一。所以我们的法律是有排行的，不是说全部都是equal。所以呢，案例先，备忘录第一。所以法官要听案例，而不是听备忘录。然后这个备忘录的目的就是不要审核庇护案子。所以呢，就像 Trump 是怎么砍那个联邦的员工的，他也是这样子想砍移民庭的案量，通过直接就是拒绝这些人，然后缔结令，那这个案子就结束了。可是这个就能上诉了，而且这个上诉就会成功。所以呢，你的案子如果是被一个移民法官因为没有填表齐全而被拒绝，你这个上诉来找我。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视频。The rumor is that you will be doing Chicago deportation tomorrow. Don't give them an excuse to stop you. Came to your employment place. Don't just invite them in. Get a certified judgment entry. Call your lawyer right away, or even tell the ICE officer, so and so is my lawyer. Can I call them? Don't stop going out. We have actually clients who they're gonna stop driving their trucks. They're gonna stop. They're gonna stay home. Be kind, because ultimately all human beings, they're stuck with their job and we're stuck with our own status. So both sides are stuck.
所以视频中他讲关于这个 ICE 大规模的移民突袭，如果 ICE 去你工作的地方的话，你可以不让他进来，然后可以拿到这个 Certified Judgment Entry。王律师有这个东西吗？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这个东西。一个法院的判决 ，right？ 如果你要证明这是一个你拿的纸张是一个正式的法院的判决，那你就要求一个 certified copy 从那个法院。可是这个跟 ICE 来抓你有什么关系的？你如果要阻止 ICE 到你的办公室来抓人的话，那你要告 ICE 在联邦法院，然后同时要求法官给你一个 preliminary injunction 来暂停 ICE 来你的办公室。所以就像很多你在新闻上听到的那些联邦官司，就是重点就是拿那个 preliminary injunction， 所以要拿的是一个暂停令，而不是什么 certified judgment， 要拿的是一个 stay。 然后好多错误啊然后 ICE 能来你的办公室，因为很多办公室是公开的场所，所以如果你的办公室是一个公开的场所 ICE 可以来。可是如果你的办公室是一个 private office 的话，你可以关着门不让 ICE 进来的。然后如果你是在家里的话，你也可以关着门不让 ICE 进来的。 ICE 只能在公开的地方来行动，除非他们拿逮捕令，不是搜查令哦，逮捕令，因为他要逮捕你这个人是需要逮捕令，所以这个令是不一样的。那如果 ICE 要拿一个逮捕令的话，他拿不到的， ICE 从来不拿逮捕令的。所以 ICE 来抓人，他都是靠他自己能不能碰到你，能不能抓到你。所以呢，如果你是有地接令， ICE 怎么抓你，就在街上，而且在你的工作场所的门口，或者在你的车子的旁边，所以就是在街上这个公开的地方。那因为 ICE 的行动的方法，你该不该躲？当然该躲啊！他在门口等你，你难道就直接出来就被抓了？你当然该躲啊！你怎么可以就是不管这个 ICE 的这些行动而照样过自己的生活呢？他就是来抓你的，他就是在阻碍你的正常的生活，因为他觉得你不该待在美国生活。所以你当然得躲，因为你不躲的话，他会把你抓起来，然后把你送走。而且他们现在送的是乱来的哦，不是按照法律在送哦，送到第三国也有的哦，送到那个 El Salvador 的那个恐怖的那个监狱，别的国家的监狱是有的哦。所以他们这样子乱来的、不合法的送人到这些人没有关的国家的话，你不躲的话，只有就是受害了。那解决方案打给律师，对不起，ICE 不怕我们。很多个人说我请你陪我去那个 ICE 的 check in，no 没有用。我要干嘛 ？Stop！ 我这么瘦，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呢？我也不能帮你打架，我没有用的，打架起来我只能靠嘴巴，我是靠嘴巴。他也不会理我的，因为他就是有一个目标的，他有个名额的，他不管的。所以呢，要避开很难，因为 ICE 的目的就是要拆散你的家庭，把你拿走，从你的生活、你的圈子缔结到完全你不知道的一个岛或者一个外面的一个地方，对，所以你怎么可能不自保呢？选工作啊，我们选工作是喜欢，所以选工作。那些 ICE 的人当 ICE officer， 他是喜欢抓没有身份的人，他是很有美国强的概念，所以呢，他才选择这个工作。他不喜欢这个工作，他可以辞工的。可是你不一样，这个是你，就像 Margaret Wong 啊，19岁来的，我出生长大在这里 ，right？ 这个是我的国家，哪怕我不像 Trump。我付出每一天，在我的生命里这么多年，为了我的家庭，为了我的同事、我的员工、我的亲朋好友，我这个圈子，为了我的社区，为了我的州，为了我的国家，这么多年的付出，你要为了这个生命而待在美国，你没有办法辞掉这个国家的。
所以 ICE 要把你直接扣走，你当然要想办法带啊。所以如果要去 check in， 不要带我，带你孩子，因为 ICE officers 通常也有孩子，所以对孩子会比较同情。然后呢，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有危险被抓，你要去翻你的地检令，因为是这个地检令才允许他们抓你。你把它翻案，然后你拿一个 stay 就可以停止他们了。那最关键呢，就是要争取身份，不像以前那个地检令不是一个空子，ICE在执行这个字，所以呢，拿身份是现在关键的。因为如果你是有身份，你就不用怕 ICE 碰你。ICE 其实也在碰那些有身份的人，可是不会成功的。我要去工作了。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样子讲话，你在听，我不知道你是谁，所以我们没有建立律师客人关系。我只是给我的经验的总体的一些意见，还有就是帮大家解决这个有傻傻分不清楚，这个律师讲的对还是这个律师讲的对。所以呢，我们不是律师客人关系。如果你想跟我建立律师客人关系，你可以跟我咨询，然后我可以看你的案子，然后给你个人的意见，关于你个人的案子，因为每个人的案子会不一样的。好，谢谢王律师。那如果大家要咨询关于个人的案子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纽约办公室电话783539264，或者加州电话626-396-9264。王俊宇律师楼有近20年的移民经验，是移民的法律专家。我们在纽约和加州都有办公室。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也可以订阅我们王俊宇律师楼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